蓝天下，一名少女被送上了断头台，鲜血从高悬的利刃上滴下，滴落在少女惨白的双唇间。可一旁愚昧的人们却兴致盎然地围观在断头台下，等待着死神会如何拥抱这具鲜活的生命。而此刻，我们的主人公萨德也在遥远的窗前，冷冷地观望着一切。这是1794年的法国，由于萨德的小说充斥着大量凌乱血腥的色情描写，他被定义为精神病，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内。但刀起头落的那一瞬间，却赋予了萨德新的灵感，有一个惊世骇俗的故事即将诞生于他的笔下。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灰暗故事《德毛笔》，但却由于题材过于疯狂和变态，导致很多人没有看过。如果刷到，建议请先保存再收藏。故事发生在一座生机勃勃的精神病院，年轻英俊的艾比神父是这里的主人，他深信爱的感召可以挽救任何一个迷乱堕落的灵魂，也包括被世人所不齿的萨德。于是便给萨德提供了书籍和纸笔，希望他能将头脑中的罪恶宣泄到纸上。而艾比的善良、刚直与宽容，也让傲慢的萨德将其视为挚友。可完美的神父也有不为人知的痛处，他深爱着洗衣女工美娜，却苦于清规的束缚不能启齿。而他更不知道，美丽清纯的美娜竟是萨德的狂热拥趸，经常借换洗床单的机会，将萨德的书稿偷偷带出，交由出版商出版，并在夜深人静之时，还和同伴们一起在小屋中共享那些放浪形骸的故事。可很快，由于萨德新书的热销引起了一阵狂潮，这件事也传到了拿破仑耳里，他对其中放肆大胆的描写极其震怒，下令要将萨德斩首示众。但却由于萨德的身份也是一位伯爵，为了掩护自己暴君的形象，便派遣了德高望重的心理医生科洛亲自去为萨德治疗。然而在科洛受人尊敬的外表下，却是无比的贪婪、残忍与罪恶。他不仅对病人实施各种酷刑，甚至还在修道院找了位与他女儿年龄相仿的少女当妻子，并斥资打造了一座华丽的宫殿，不绝宁静贤淑的妻子与外界来往。直到办完自己的私事后，他才带着团队来到了疯人院。而此刻，神父正在陪着病人们一起合唱。他对科洛的到来有些疑惑。 It seems a particular patient of yours has captured his fancy. 而这个病人就是萨德。此时神父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萨德已经有了新的兴趣爱好。可直到科洛将萨德的小说摆在神父面前时，神父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All France asked this book, yet you've never heard. You could try my calming cure, or perhaps try bleeding him with leeches, or maybe flog him at the stake. Why, so he'll learn to fear punishment? 而看着那寒意刺骨的铁楼，神父祈求他能再给萨德一次机会。 Can you personally guarantee this won't happen again? You have my word. 然而当时的萨德已经对写作的热爱近乎疯魔，即便是神父如何求情，萨德也无动于衷。无奈之下，神父只能以没收纸笔为由，才让萨德短暂妥协。可他的妥协却是在准备一场更加狂妄的计划，因为在科洛来临之前，关于他的风言风语早就通过洗衣女传到了萨德耳中。而在不久后的一场宴会上，萨德终于迎来了机会。他蛊惑了2位长相奇特的病人，用极其夸张和抽象的表演，当着上流社会贵族们的面前，揭露了科洛无耻奢靡的嘴脸。最终，戏剧变成闹剧，科洛恼羞成怒，带着妻子愤然离席，而意外也随之发生。身后精神失常的病人竟受剧中角色的影响，对女孩发起了袭击，但所幸挣扎中，女孩抓到了烧红的铁块，她用力一挥，伴随着烤肉的滋滋声，病人应声而倒，而神父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戏剧变成了闹剧，他深知此事的严重性，而医生临走前的眼神也说明了一切。之后果不其然，他不仅关闭了病人所有的娱乐场地，还要求神父拿走萨德的纸笔，命令他再也不得写作。 Tired of loneliness. I've no company with the characters I create. Whores and pederasts! You're better off without them. Then plug up me! 可将创作视为生命的萨德，岂能就此罢休？ My writing is involuntary, like the beating of my heart. My constant erection!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杯中的红酒如墨水般能留下印记后，仿佛想到了什么，他将盘中的烧鸡剥开，取出骨头代替笔尖，用脊骨蘸着红酒，洋洋洒洒写了整整一床单的故事。等第二天洗衣女来收衣物时，再由他偷偷传到外界。而这次的故事更加生动，就连女孩那瞎眼的老母亲都沉浸于萨德营造的声色之中。可好景不长，医生在一次视察时发现了猫腻，床单上还未挥干的字迹，让医生认出了这是萨德的床单。可女孩心虚的解释，更让医生怀疑她就是那个暗中帮助萨德的人。 His very own script. She's lying. It shows in her face. 而为了保住女孩的工作，神父不得不将萨德房间里的一切全部搬空，只留下一面镜子，当做绝世最后的体面。然而，他却又用玻璃刺破手指，以血为墨。直到第二天洗衣女来的时候，萨德的10根手指全都缠上了胶带。 Don't be a dumb shot. I was guys for you. Now open the friggin' door. 等洗衣女进来后，他被萨德的疯狂彻底震惊了。 It starts at my left cuff and continues
right across my back. The longest sentence you'll notice runs the entire length of my inseam. And it all completes itself at the base of my right shoe. 可也就在洗衣女满脸兴奋的去拿工具记录故事时，却碰巧被同事撞见，而萨德也趁两人谈话间冲了出去。他一路来到餐厅，站在桌子上满脸癫狂地分享自己的故事。Take this beast back to his cage. You've come to read my trousers. But please don't keep me in suspense. What have been 50 actions? A night on the ram. I won't sully my hands with him. Nor should you. That's the first rule of politics, isn't it? The man who orders the execution never drops the blade. 而这次的事故不仅惹怒了医生，也让神父愤怒至极。最终，他剥夺了萨德所有的衣物，还将他屋里所有的物品彻底搬空。可即便赤身裸体的萨德，面对着空荡荡的墙壁，他也要将反抗进行到底。而另一边，医生的妻子也在偶然间接触到了萨德的书，从未见识过外界的他，瞬间就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渐渐的，他对医生的助手产生了好感。最终，两人携款潜逃。等医生回到家后，留下的只有门上的一封告别信。可他仍不死心，结果到妻子的卧室后，才发现他平时看的散文书下包装的竟是萨德的小说。终于，气急败坏的医生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他不仅对萨德实施了水刑，还在另一个洗衣工的揭发下对美娜实施了鞭刑。而神父在得知后，不顾一切冲了上去。Only blood will appease me. Then shed mine. 事后，为了保护美娜，神父忍痛让她离开这里。可美娜却犹豫了起来。直到深夜，她偷偷来到神父的房间，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可面对美娜的真情告白，近乎窒息的神父却终究没能挣脱枷锁，无情地拒绝了美娜。而绝望的美娜来到了萨德的窗前，她希望在临走前能听到最后一个故事。可此时的萨德宛如一只可怜虫般蜷缩在椅榻，眼神中也早已没了当初的傲气。 Do you propose I do that? With dust upon the air? Whisper it to me now. It's far too dangerous. This is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place. We've lost. Never thought I'd see you defeated. There are thousands of stories I would dearly love to tell. I know. 看着如此坚定的女孩，萨德也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 Tonight, place yourself in the linen pantry with a bottle of ink and a quill. And then you shall have a story that will make the angels weep and the saints all gasp for air. 于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雨夜，女孩来到了四下无人的洗衣房。而也就在这时，疯狂的萨德竟蛊惑了所有病人，让他们打穿墙壁，将自己口述的故事一句句的传达给少女记录。而在狂暴的风雨下，萨德的创作激情被推向了顶峰。他创造出一个鲜血淋漓的故事，用口中精美的词藻，经过病人们的层层过滤，落到美娜的笔下后，已然演化成为赤果果的欲望。可突然，一位病人终于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感召力，他的眼神逐渐开始迷惑。 He took a poker from the fire. What's the next bit? Show me the words. Tell me the words. 最终，他点燃了房间，整座医院陷入了一片混乱。而看着眼前如此混乱的场景，梅娜急忙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可却突然发现洗衣室与病人房间连接的墙壁被撞开了。梅娜瞬间意识到了不对，但也为时已晚。狰狞的壮汉模仿故事中的情节，将梅娜死死锁住。 熟睡中的神父被惊醒后，他慌忙来到大厅，可却怎么也找不到美娜的身影。而与此同时，内心阴暗的医生却在房间里看到了求救的美娜，但他却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直到神父找到美娜时，她被人扔在浴缸，已经成为了一具冰凉的尸体。 心爱的女孩去世了，痛不欲生的艾比在医生的挑唆下，相信了美娜是死在了萨德的笔下。终于，她彻底黑化，而为了永绝后患，她割去了萨德的舌头。 And will you sleep soundly tonight? No, sir. Can we put? I never expect to sleep again.
做完这些，神父来看望了死去的美娜，并在幻想中与她抵死相拥。可也就在这时，人们发现被割去舌头的萨德竟在没有任何工具的帮助下，把墙壁的四周都涂满了他的故事。而这股坚强又执着的力量，也唤醒了神父的良知。他扶起受尽凌辱的萨德，用十字架为他祈祷。但再也无力创作的萨德，吞下了艾比放在他唇间的十字架，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他悔恨的哭喊传遍了整个病院。而当天夜里，神父在用藤条狠狠抽打过自己后，从此便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不久后，科洛顺利接管了这家病院。新来的神父同样叫艾比，同样年轻俊美的脸庞，同样的纯真虔诚。但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关押起来的年轻病人，整天在歇斯底里地闹着要一支笔。而他更不明白，为什么善良仁慈的科洛医生，竟拒绝满足他这个小小的要求。Please make me quit. Please. Sorry. Oh, God damn you, Evan. I quit. 而影片的结尾，美娜的母亲在换洗的床单中夹杂了一支鹅毛笔。Music Will. You owe her that. 艾比拿起笔来，一丝熟悉的邪恶感划过他的眼眸，而这也预示着故事还没有完结，新的轮回即将开始。叛逆的写作仍将在疯人的囚房里亲自按照。至此，全片结束。很多人说这个故事根本没有任何营养，人物血腥，主题也不太健康，但却是那个年代法国最真实的写照，并且萨德也的确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奇才怪才。可他藐视成规又生不逢时，以至于后半生都在精神病院里和卫道士做着抗争。胆子大的可以去看看原片。好了，再细致的解说也无法比拟原著。我是小无聊电影，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